來到羅馬這個神聖羅馬帝國，但也有人說它既不神聖，也不羅馬，更不是帝國了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大家都稱它是神聖羅馬帝國？沒去過歐洲的人，羅馬往往是第一站，似乎不到羅馬非好漢，這又是為什麼？玩叔這期視頻就帶你領略羅馬的真正神奇之處，看到最後一定會顛覆你的三觀。第一站，羅馬鬥獸場。羅馬最神奇的地方莫過於鬥獸場，這麼宏大的建築只是羅馬當時的一個娛樂場。其實羅馬那個時代除了鬥獸場，還有競技場、賽車場和可容納3000人的戴克里先浴場，規模不見得比鬥獸場小。鬥獸場已有超過1900年的歷史，建造工程從公元72年開始，到公元80年就完成了，花了8年時間。這座建築至今仍是羅馬歷史景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不僅僅是一座建築，更像是一個政治宣誓。尼禄皇帝去世後，羅馬陷入內戰，尼禄的揮霍與崩潰給了一個前線將軍維斯帕先一個機會，他從戰場走向了皇位。為了爭取民心，維斯帕先決定在尼禄窮奢極欲的金宮人工湖原址上新建鬥獸場，把皇帝的私人享樂空間轉化為公眾的娛樂空間。只要你是羅馬人，皇帝會利用競技場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，所以羅馬人入場觀戰都是免費的。而外國人由於沒有選票的利用價值，所以他們得掏出1-2枚硬幣才能看比賽。觀眾按社會等級入座，元老院排在最前排，普通公民居中，女性和奴隸在最上層。建築本身就是帝國等級次序的立體化呈現。最令人驚嘆的是地下層，那是一個複雜的升降系統，充滿了升降機、陷阱和獸籠，可以將猛獸和角鬥士瞬間傳送到舞台中心，制造出驚人的戲劇效果。公元80年，維斯帕先之子提图斯主持了為期100天的落成典禮。據記載，當時甚至將鬥獸場注滿了水，模擬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海戰。提圖斯皇帝後來被譽為人類的寵兒，他在位期間經歷了維蘇威火山爆發和羅馬大火，可見鬥獸場真正經歷了水與火的洗禮。不過提圖斯通過慷慨的公眾娛樂和救濟，鞏固了弗拉維安王朝。鬥獸場在當時可說是創新之舉，拱券結構層層疊加，是羅馬工程技術的巔峰。這裡有複雜的走廊和樓梯系統，讓人群能夠有效率的流動。外觀有3層拱門，每層都由不同風格的柱子環繞，有多利安式、愛奧尼亞式和柯林斯式。整座建築可容納約5萬到8萬名觀眾，擁有80個入口。鬥獸場主要以石灰華、粘灰岩和磚面混凝土建造。石灰華用於承重柱，而磷灰岩则用於次要牆壁。而混凝土的使用，讓人們能夠打造出複雜的拱頂空間。當时的角斗士比賽非常受歡迎，連皇帝康茂德甚至會在競技場與異國動物和角鬥士對打，當然對手多是被閹割或受傷的猛獸。不過皇帝的鬥獸被視為醜聞，因其不符合皇帝的身份。
但康茂德皇帝並不在意，他反而很享受這些能提升自尊的行為。他把政治權謀與競技暴力混為一談，最終他沒死在鬥獸場，卻死在了宮廷權謀。畢竟皇帝的權威更多的是靠腦力而非體力。值得一說的黑歷史就是鬥獸場在數百年的運作期間，有超過40萬人和100萬只動物在各種活動中上升。要說鬥獸場的宏大給你震撼，那麼當時羅馬還有更大的家伙，那就是馬克西穆斯競技場，那才是羅馬真正的巨無霸，也是速度與激情的巔峰。它專門用於戰車比賽，它的規模是鬥獸場的4倍，長約621米，寬約118米，據估算最多可容納15萬到20萬人。雖然現在的大規模建築結構已不復存在，只剩下一個巨大的草坪山谷，但你依然能從那長達半公里的輪廓中感受到當年萬馬奔騰的震撼。第二站，帕拉丁山。帕拉丁山是羅馬7丘之一，也是羅馬神話的起點。羅馬的建立者羅慕路斯就是在這裡被母狼撫養長大，並在此劃定了羅馬城的第一道疆域。這裡是羅馬的比弗利山莊。共和時期，這裡是貴族居住區；帝國時期，成為皇帝宮殿所在地。帕里斯一詞經源於 Palatine。儘管後來的皇帝揮金如土，但羅馬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在帕拉丁山的住所卻相對簡樸。他深知羅馬人對國王稱號的厭惡，因此他坐在這裡，通過將自己的房屋與阿波羅神廟相連，巧妙地傳達了君權神授卻又平易近人的政治形象。在羅馬時代，國王都已不再神聖，而是被人厭惡。想不到進入21世紀，美國還有反國王的 No King 的街頭遊行來反對總統川普。他們其實不是在反國王，而是在被洗腦後的反常識。據說世界上最富的人巴菲特還給了資金贊助，真是在政治上弱智的可以。圖密善擴建宮殿，使帕拉丁山成為真正的帝國權力核心。宮殿擁有巨大的接見廳與競技場花園，以展現帝王威儀。整座山丘幾乎被圖密善皇帝擴建的皇宮所覆蓋。這裡保留了私密的皇家花園、體育場以及俯瞰整個羅馬城的露台。第三站，古羅馬廣場。這裡曾是世界的中心，從共和國到帝國時期，這裡是法律、宗教、商業和政治辯論的中心。公元前44年，凱撒大帝在元老院遇刺身亡，這說明羅馬人的反獨裁、反國王是深入骨髓的。凱撒的遺體在廣場上火化，馬克·安東尼在這裡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，又成功激起了民眾對刺殺者的憤怒。至今，人們依然會在凱撒神廟的遺址上獻上鮮花，這又說明羅馬人也是容易被煽動的。要不然怎麼會在二戰時來了個墨索里尼，緊跟獨裁者希特勒的步伐？好在二戰末期，大夥轉過彎來，拋棄了墨索里尼，保住了意大利的領土完整，不像德國被一分為二，變成了東德和西德。提圖斯凱旋門是為紀念耶路撒冷的征服而建，是全世界凱旋門的模板。要知道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爭奪聖地耶路撒冷已經纏鬥了2個世紀，十字軍東征了9次，除了第1次慘勝以外，其餘沒贏過。維斯塔神廟是古羅馬最神聖的地標之一，與其他神廟不同，這裡沒有神像，只有一團永不熄滅的聖火。古羅馬人相信，只要這聖火燃燒，羅馬城就會永存。一旦熄滅，則預示着巨大的災難。
今天在古羅馬廣場看到的殘層建築，雖然只剩下幾根柯林斯石柱和一段弧形牆體。公元394年，皈依基督教的皇帝狄奧多西一世下令關閉神廟，並熄滅聖火，延續了1000年的傳統就此終結。看來聖火都是自己滅掉的。現如今的倫敦和紐約也已經伊斯蘭化，這就是證明，究其原因，基督教畢竟文明些，男女是平等的，於是女人可以選擇不婚和不生，但人口勢必減少。而伊斯蘭不同，所以基督教正在離我們而遠去。文明的歷史就是這樣，進3退5步的，從沒有一蹴而就。再過100年，羅馬連餘暉也見不着了。第4站，聖母大殿。聖母大殿建於公元5世紀，是羅馬4大宗座聖殿之一。它見證了基督教從地下宗教到帝國信仰的轉變。相傳在公元352年的8月5號，聖母托夢給教皇利伯略，示意他在降雪的地方建一座教堂。第二天，儘管正值盛夏，艾斯奎尼山卻奇蹟般的下了一場大雪，雪粒的輪廓勾勒出教堂的地基。每年的這一天，教堂內部都會灑下白色的花瓣來模擬這場神蹟，因此又稱為雪中聖母。它是唯一保留了早期基督教核心結構的教堂，殿內保留早期基督教馬賽克，天花板鍍金據說來自於哥倫布從美洲帶回的黃金，那是西班牙王室奉獻給教皇的禮物。第5站，西班牙廣場及周邊。西班牙廣場得名於西班牙大使館，台階建於1723年，連接山上的聖三一教堂。台階最後成為18到19世紀文藝青年的聚集地。台階旁的一棟房子是英國詩人濟慈去世的地方。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，這裡是歐洲大環遊的必經之地。所謂大環遊，有些類似中華文化中的文人騷客一定要去遊歷名山大川一樣。西班牙階梯由法國人出資，意大利人設計，旨在連接上方的教堂和下方的西班牙大使館廣場。底部的破船噴泉由貝尼尼父子合力完成，模仿了1598年羅馬大水災後被沖到這裡的破船，極具視覺衝擊力。廣場附近的立柱稱聖母無染原罪柱，上面聳立着聖母像。1854年12月8號，教皇庇護9世正式頒布教義，確定了聖母瑪利亞從受孕之初就沒有原罪。為了紀念這一教義的確立，1857年有200多名消防員用人力將這根沉重的石柱和頂端的聖母銅像樹立起來了。為了傳承歷史，每年12月8號凌晨，羅馬消防隊會出動雲梯車，爬到約30米的高空，將鮮花花圈掛在聖母像的手臂上。這一天也是意大利的公共假期，教皇通常也會在下午親臨現場祈禱。第6站，聖三一教堂和美第奇別墅。這座雙塔的聖三一教堂由法國王室資助修建，是法國在羅馬的象徵。雙塔立面成為城市的天際線一部分，它的潔白外牆與下方的熱鬧廣場形成鮮明對比。教堂門前聳立着薩魯斯特方尖碑。有趣的是，這並非真正的埃及古蹟，而是羅馬人在帝國時期仿制的。碑上的象形文字甚至刻錯或者刻反了。它是1789年由教皇庇護6世立在那裡的。教堂內的壁畫從十字架降下，位於左側第2小堂，是米開朗基羅的弟子丹尼艾萊
達、沃爾泰拉的傑作，你會發現畫中人物肌肉線條分明，體感量極強，具有強烈的雕塑感。這正是受到了米開朗基羅風格的啟發。畫面下方聖母瑪利亞昏厥的場景，和上方眾人小心翼翼地解下基督身體的凝重氣氛，形成了強烈的情感對比。美第奇別墅這座莊園曾屬於權傾一時的美第奇家族，現在是法蘭西學院，它是典型的文藝復興式園林，收藏了大量的古代雕塑。美第奇家族通過金融與教宗關係掌控歐洲政治，其藝術贊助推動了文藝復興。據說科學家伽利略在因支持日心說接受宗教審判期間，曾被軟禁在美第奇別墅。即便身處這種美麗的軟禁中，他依然在陽台上觀察星象，堅持着他的真理。第7站，萬神殿。萬神殿是古羅馬保存最完整的建築。萬神殿圓頂中心有一個直徑9米的開口，象徵着通往神靈的通道。下雨時，雨水會通過地板下隱蔽的排水孔排出。直到20世紀前，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圓頂。說起古羅馬人的混凝土，它的技術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現代。雖然古羅馬和古埃及也使用過類似的凝膠材料，但真正將其發揚光大，並以此引發建築革命的是羅馬人。火山灰是羅馬混凝土的核心秘密。他們將那不勒斯灣附近的聖馬力諾火山灰與石灰混合。羅馬混凝土在接觸海水時，火山灰中的成分會發生化學變化，生成一種名為血硅鈣石的稀有礦物。這種礦物不僅不懼海水，反而會讓結構隨時間流逝變得更加堅固。於是羅馬人擺脫了時梁石柱的限制，創造了巨大的內部空間。萬神殿就是一個好例子，它擁有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無鋼筋混凝土穹頂。而鬥獸場雖然外觀是石灰滑石，但支撐看台和通道的內部骨架也是由混凝土構築的。混凝土讓羅馬人能在大規模的跨越山谷和海底修築防波堤，這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工程。隨着西羅馬帝國的滅亡，混凝土的配方在歐洲的黑暗時代失傳了近千年。第8站，薩沃納廣場。這裡的4合噴泉是大師貝蒂尼的傑作，4座巨型雕塑代表了當時已知的4大洲河流：尼羅河、恆河、多瑙河和納普拉塔河。遊覽薩沃納廣場不能不注意到貝蒂尼與博羅米尼的互懟。廣場上聖阿列塞教堂的設計者博羅米尼是貝蒂尼的一生之敵。傳說貝蒂尼故意讓噴泉中的人物做出遮住眼睛或推開手動作，諷刺博羅米尼設計的教堂快要塌了。他生動地反映了2大天才在巴洛克巔峰時期的文人相親和競爭。納瓦拉廣場的長橢圓形結構來源於公元1世紀的圖米善競技場。在古羅馬時代，這裡主要舉行田徑比賽。注意啊，古羅馬並不只有鬥獸場，人與人的體育比賽就在這裡舉行。陰差陽錯的時間歲月塵埃，把體育場埋在了地下10米處，要不然最優雅的宏大建築非它莫屬。因為圖米善競技場裝飾了大量的希臘風格雕塑，旨在體現高雅的體育精神，而非鬥獸場那種粗獷的原始發洩。獲勝者如果沒有羅馬公民身份，就會現場受辱，並免除稅賦。他們的雕像會被樹立在競技場的廊柱間，成為全民偶像。
這裡還設有文學和修辭比賽，獲勝者可以在皇帝面前現場賦詩朗誦，類似中華的唐王閣序的故事。這也是文人出頭、出人頭地的最高舞台。說起文化內涵，21世紀的全世界還沒有超過這個水平吧。站在這裡，你可以想象當年的圖里善皇帝在公元86年建成這座競技場時，他的雄心壯志是舉辦類似雅典那樣的奧林匹亞運動會，體現優雅與神聖。但隨着帝國隕落，競技場的石材被洗劫去建教堂，但其地基實在太穩固了，以至於後來的中世紀民居和巴洛克宮殿只能順着它的形狀建造。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拉莫拉廣場保留了完美的跑道曲線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當然也不是一天可以看完看夠的。如果您看到這裡還沒有顛覆您的三觀，建議看向玩叔講羅馬的另一個視頻，看懂羅馬只要注意3個問題。謝謝觀看。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？